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514期迷彩虎讲堂，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虎牛露露。提起非洲，你会想起什么？赤地千里原始部落的场景。但是在非洲却有一个国家积极模仿中国模式，全面向东看。从最早争取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土地改革、游击战争、发动群众，到如今的设立经开区、制定5年计划等等，膜拜的是有模有样，简直就是东非高原的小中国。这就是埃塞俄比亚。基于埃塞俄比亚这几年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，前不久美国外交学家网站刊登了《中国在非洲：为什么西方应该停止抱怨，开始接触》一文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西方国家终于承认，只有中国的投资才能改变非洲命运了。不过，要是说到两国的渊源，还得上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。当年埃塞俄比亚在争取民族独立时，就自称自己信仰马列主义，而且崇拜毛主席。因为游击队活动的地方恰好是高原山地，非常有利于隐蔽，所以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和革命路线就自然派上了大用场，像注意群众关系、搞土地改革、得到农民的支持等等。根据地也开始不断扩大，简直就是中国革命在非洲的复制品。在这场漫长的游击革命中，1991年5月，开着中国坦克，使全国获得了解放。非洲之角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中国共产党埃格镇，埃塞俄比亚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中国。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，咱们的军歌也随之传到了非洲。这些黑叔叔弟子们唱着游击队之歌，3大纪律8项注意闹革命，赶走20万殖民军。微信搜索迷彩虎，关注后回复中国军歌前往了解。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，中国大量援助埃塞俄比亚基建。2016年5月，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援助埃塞俄比亚建成阿瓦萨工业园。中国的速度再次让非洲大地焕发奇迹，短短9个月就帮助埃塞俄比亚建成规模最大和首个国家工业园。竣工后，这里先后吸引了16家跨国企业入驻，创造12000个就业岗位，直接改变了许多埃塞俄比亚人的命运。随后，中国中铁、中兴通讯、中国路桥、华为、中国通信服务等工程建设承包商和电信设备商陆陆续续在这里扎根，同时进行制造业、建材等热门产品投资。商务考察的中国人开始大量进入埃塞俄比亚。如今，在埃塞俄比亚大约生活着6到20万中国人。中国人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第1大外国人群体。在过去20年里，中企对埃塞的投资金额达40亿美元，共为当地创造了超过10万个就业机会。要致富，先修路。作为一个没有海岸线的内陆高原国家，最大的瓶颈就是交通问题。2016年竣工投入运行的埃塞俄比亚第1条751.7公里长的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，就是中国投资建设运营的，直接解决了埃塞俄比亚内陆的货物海运问题，还有电力设施、轻轨铁路等等。这次不仅非洲人民赞叹中国基建能力，向来嫉妒中国基建的西方公司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如果没有中国基建援助非洲，他们都踏不进非洲投资大门。这些西方投资者已经开始搭乘着中国基建的顺风车，在非洲进行大量投资。在发展经济方面，埃塞俄比亚遵循了中国成功践行的国家主导大力投资的发展模式，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5年计划和自上而下的方法，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，比如首先是建立电力供应，然后发展轻工制造业，接着是重工业。有木有跟咱们中国很熟悉的感觉？军事武器装备方面更是一片中国红。最近几年，埃塞俄比亚就获得了大量中国武器，包括 AR-2 远程火箭炮，射程高达130公里，还有埃塞俄比亚陆军参与维和任务中使用的中国 WZ551装甲运兵车等等。根据西方媒体报道，在非洲大陆的51个国家中，超过2/3的国家装备有中国的军事装备。整个非洲军队几乎都可以称之为解放军，各种阅兵都是中国武器。相比那些帝国主义奸商们的漫天要价和各种限制，中国则更愿意为这些朋友们提供便宜简便的武器，非常适合非洲作战样式。尤其是咱们还擅长基础建设投资，基建狂魔的称号，如今连西方国家都自愧不如了。这一点是其他只卖军火的奸商们永远不能比拟的。视频看完了，为大家推荐一款好玩的策略游戏作为福利。游戏由顶级热血国漫《那年那兔那些事儿》官方授权，那兔原声配音，
作者麻蛇亲自监制，给你带来原汁原味的游戏体验。游戏操作简单，剧情精彩，战争场面极致火爆。在追纳兔的你，怎么能错过如此精彩的内容？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，搜索迷彩虎军事，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， 在游戏中体验种花家的漫漫大国路。